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真相，探索人性真假善恶，大案纪实。在2015年上映了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解救吴先生》，阵容非常的强大，由刘德华、王千源、刘烨主演。那么这部电影的情节就是根据这部电影的参演演员吴若甫亲身的经历所改编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桩明星绑架第一案。2004年2月3号凌晨2点多，时年42岁的大陆知名演员吴若甫离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爆豪酒吧。爆豪酒吧呢，在兆龙饭店对面，是名气很大的美式西餐酒吧。酒吧的大股东是北京影视界的著名大腕，所以这个酒吧也是很多电影电视明星常去的地方。当然，曾经1小时进账上百万人民币的爆豪酒吧也有很多的故事，当然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说说知名演员吴若甫，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人。他在荧幕中塑造了很多硬汉的角色，比如说他拍摄过《正义无限》等很多警察和军人题材的电影。很多观众们都说吴若甫是最像警察的演员。为什么吴若甫演得像呢？这和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有关系。现实中的吴若甫也是一个军人性格，倔脾气，热心，够朋友，但是性格硬，说话直，容易得罪人，被圈子里面的人呢戏称是40多岁的小孩子。作为出道20年的大陆影视界的一流男星，吴若甫也颇有一些积蓄，自己也有一辆宝马的 SUV。 在北京演艺圈，好车是影星的必备装备，即便你没钱，贷款也得买一辆豪车，不然哪算得上是个腕儿呢？不是腕儿，谁敢找你拍戏呢？就在当天晚上，吴若甫带着3个朋友去酒吧喝酒。4个人聊得非常的投机，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后来吴若甫一看时间，对朋友说，都2点了，回去吧，明天有空再接着聊。4个人一起就走出了酒吧。吴若甫让3个朋友在酒吧门口等着，自己走到停车场的宝马车旁边。刚刚打开车门，突然吴若甫的胳膊被人用力地抓住。吴若甫惊讶一回头，发现3个穿着警服的男人站在他面前。为首的是个很瘦的小个子，用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说，这车是你的吗？是啊，警官，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前几天是不是撞人了？还肇事逃逸了？人家报警了，我们追这辆车追好几天了。吴若甫飞快地想了几秒钟，不记得碰过人或者车呀。你们肯定是弄错了，我这人别说是撞人了，就是撞了木头，我也不会逃走的。哼，你还没逃，人家说的车牌号就你的车，甭废话了，跟我们去局里处理。说完，小个子一招手，旁边2个穿警服的人拿出一把手铐，就要给吴若甫戴上。吴若甫在北京混了20多年，全国各处跑着拍戏，也算是见多识广。他觉得这3个人很可疑，尤其是为首的那个小个子，其貌不扬，样子看着有些猥琐，说话还带着北京人特有的脏字儿，不像是警察。吴若甫转头一看，3个朋友相距大概20-30米，吴若甫一边和这3个人拉扯，就一边高声喊，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没撞过人，你们不能乱抓人呐。吴若甫其实是在喊朋友过来。吴若甫身高1.8米，身体很强壮，这3个人一时半会儿还真拖不动他。
这边呢，吴若甫的3个朋友赶紧跑过来了，身为制片人的吴大庆跑在了最前面。吴大庆在北京混的时间最久，立马觉得有问题。这3个警察穿的警服不太齐整，皱皱巴巴的。那个为首的小个子的警服呢，还明显大了1号，没见过这么穿衣服的警察呀。吴大庆赶紧问：“您几位是哪个交警大队的？北京这几个大队我都有朋友，大家有话好好说。”这小个子一看有人来了，顿时有些焦躁：“谁跟你废话？快跟我们走，不然别怪不客气。”3个人用力将吴若甫拖入了一辆桑塔纳的车后座。吴大庆着急地说：“哎，怎么回事？你们别走啊！这样，我打110，等110来了，一起去大队处理。”这边小个子一把推开他，窜上了车。吴大庆再一看，这辆车并不是警车的车牌，他瞬间明白了，这3个人呢，就是伪装成警察的歹徒。另外2个朋友是来自香港的，吓得一时不知所措。吴大庆倒是还镇定，拉住车门不让关上。小个子假警察一看，突然掏出了一把5.4式手枪，在吴大庆鼻子前边一晃：“快他妈松手，不然有你好看！”这时候吴若甫还是很够朋友的，他也发现这些肯定是假警察，怕连累好朋友吴大庆，他赶忙说：“大庆，没你的事儿，你别管，我跟他们走。”吴大庆一惊，松开了手，假警察用力关上车门，桑塔纳车绝尘而去。此时的吴若甫被戴上手铐，给2个人按在车后座上，动弹不得。10分钟之后，110来到现场，吴大庆焦急万分，立刻诉说了刚才的事情。吴大庆还记住了小个子的警号和桑塔纳的车号，让110民警赶快查一查。结果一查，这个警号当然是假的，桑塔纳车牌则是被盗的。也就是说，吴若甫遇到的的确是假警察，他被绑架了。110面包车追出去的时候，那辆桑塔纳车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就中国来说，绑架案不算稀奇，但如此有名的演员被绑架还没有先例，更别说他当时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案件瞬间被朝阳分局立案侦查，北京市公安局也派出精英参加，组成了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可不一般，由时任北京市局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时任市局刑侦总队队长陶京、朝阳分局局长肖兴国等负责指挥。在此之前几个月，北京已经成立了一个绑架大案的专案组。专案组刑警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了吴大庆关于3个假警察的外貌和口音。很快，专案组刑警认为这伙歹徒就是王丽华团伙，他们已经实施4起绑架案，还杀害了1名人质。人质解救小组组长曹志刚等刑警立刻忧心忡忡。如果是其他人绑架了吴若甫还好办，很多绑匪就是为了钱，给钱就会放人，人质不至于有凶险。可王丽华团伙则不同。王丽华虽然年仅27岁，却是北京市头号绑架团伙。2003年9月，他们在北京市平谷区绑架了一个叫做王辉的年轻人，索要300万巨款赎金。王家为了儿子安全，没有报警，支付了全部的赎金。没想到王丽华拿到300万之后，仍然将人质杀害。显然吴若甫非常凶险，无论绑匪是否能够拿到赎金，吴若甫几乎都是必死无疑。而且曹志刚他们对王丽华之流是比较警惕的，这伙人都是一些亡命徒，根本不惧怕公安机关。
案发之后，警察赶到吴若甫的住所调查，他们惊讶地发现吴若甫的家里已经来过人，并且被翻动过。警方马上开始调查吴若甫的账号，发现他名下200多万的存款已经被转移。咱们说普通歹徒绑架人质之后啊，肯定是立刻躲藏起来，可这伙歹徒却大摇大摆地冲入人质家中。所以说王丽华团伙非常危险，肆无忌惮。团伙的几个人都是罪行累累的歹徒，又以大哥王丽华是最嚣张的一个。在整个绑架案中，团伙最容易出事的就是取赎金的时候。王丽华呢，就负责做这个最危险的工作。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大儿子的时候，是背着炸药去取赎金的，而王丽华则带着军用手榴弹。他曾经告诉人质家属，我带着手榴弹来拿赎金，这手榴弹呢是松发的，我手一松就爆炸，最多需要1-2秒。警察一靠近，我就松手，一起炸死。我几个小时不和人质那边联系，我兄弟们就会把人质杀喽。这么大的北京，警察能在几个小时找到人质在哪儿吗？你们别耍花样，大不了大伙同归于尽。更有甚者，王丽华他们杀了人质王辉之后，竟然还往被害人家里打电话说，再给100万，我就告诉你们埋尸地点。当天，刑警组长曹志刚就在被害人家里边亲耳听到王丽华在电话中公开叫板。我知道警察在边上，那怎么样啊？不信你们看着，根本抓不到我。吴若甫被绑架之后6个小时，也就是2月3号早上8点，吴若甫的好友苏迪接到电话，电话那头是吴若甫。吴若甫还算镇定，要求苏迪赶快筹集200万元打到一个账号上，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做到。随后电话就挂断了。44岁的苏迪社会阅历丰富，顿时知道这事儿不对。电话断了以后，苏迪一面筹钱一面报警。没想到下午1点钟，王丽华打电话给苏迪，问200万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还狂妄地说，我知道你报警了，有什么用呢？平谷的案子就是我做的，这么久了，破了吗？限你今天晚上9点之前交赎金，不然12点我就把他杀了。咱们得说呀，吴若甫的朋友还真是都挺不错的。吴若甫的父亲早已去世，姐姐旅居国外，唯一的哥哥在外地都没法立即赶来，送赎金的任务只能交给20多年交情的苏迪。当然，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苏迪的老婆也还真不错，没有阻拦丈夫。在苏迪出门之前，妻子特地给他穿了一双红袜子。作案的王丽华到底是何许人也？王丽华1977年出生，北京市崇文区人。他们家呀只有一儿一女，他父亲对他管得特别严厉，经常打骂。上了小学以后，天生凶悍的王丽华就开始反抗，被父亲打骂的时候，从不求饶也不哭，顶多是往外边跑。而他的母亲则刚好相反，对儿子是无条件的溺爱。没过多久，王丽华的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王丽华不愿意跟着父亲，就跟了母亲。王丽华的姐姐说，王丽华一直很瘦小，9岁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经常有小流氓晃悠，勒索钱财。王丽华个子矮小，成为小流氓主要的勒索对象之一。为了不被人欺负，他只能去欺负人呢。他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东西给班上高大的同学吃，收买他们。
就这么着，王丽华一步步做了学校里边所谓的大哥，带着几个小孩出去跟别人打架，打来打去，慢慢的有了名气，就开始和其他的流氓混在一起，结成了一个个小流氓团伙。初中的时候，他就成为每个月都进出公安局的小混混。无可奈何的母亲和刚刚工作的姐姐反复商量，这可怎么办呢？姐姐说，我看干脆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去，让政府管管他。被送入工读学校以后，王丽华立即认识了一批更坏的流氓。他们笑话王丽华说，你挥拳打架有什么用啊？最多混个小名气，现在厉害的都去抢劫绑架有钱人，你看人家又有名气又有钱，这才威风呢。王丽华被说动了，也开始琢磨着去抢劫有钱人。从工读学校出来以后，王丽华开始物色同伙，寻找作案工具。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把农村的土冲火药枪，结果被警察抓了现行，又进看守所了。在看守所里边，王丽华遇到一个外号叫小金的小流氓，俩人挺投缘，一拍即合，一块儿抢劫去。1998年，17岁的王丽华和15岁的同伙小金，手拿菜刀和假手榴弹冲入北京丰台区的一个浙江商人的住处。见了这俩少年犯，聪明的商人却不敢大意，他抱着破财挡灾的心态，给了王丽华2万多元的财物。大伙想想，1998年呢，2万多可是一大笔巨款，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撑死也就千把块钱。只是王丽华很快就翻船了，没有销赃经验的王丽华被警方根据赃物顺藤摸瓜在家里边被抓获。根据法律，王丽华暴力抢劫数额巨大，被判处9年徒刑。在监狱里边，他认识了很多更坏的歹徒，包括后来一起作案的王庆晓、董立民、梁军等人。在这几个人中呢，王丽华显得比较有头脑，仍然是以大哥自居。2003年，王丽华因为在监狱表现良好，提前2年释放了。王丽华决定带着这群小弟一起继续犯罪。王丽华对小弟们说，以前小打小闹没意思，要么就做大案，搞个几百万，咱也享受几年啊，就算被抓了死了也值得。小弟们听了都表示同意，于是这群人就开始了犯罪计划。这时候啊，王丽华的姐姐遇到了一个事业上的好机会，正在全力创业。有一天，他姐姐听他妈妈说，王丽华突然带着1万块钱从家里搬出去住去了，经常不回家。深知弟弟性格的姐姐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回家看看。母女2人苦苦找王丽华找了几个月，毫无音讯。这时的王丽华已经准备做大案了。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主动断绝了和姐姐妈妈的联系。2个女人不知道的是，在几个月之前，王丽华已经从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购买了4支猎枪，准备作案。后来觉得猎枪不好隐藏，又跑到了云南，花费了9000多元购买了3支仿6.4手枪和9发子弹。后来王丽华自己回忆说，我知道我将来肯定是死刑，怕我妈看见我枪毙她受不了，我准备把我妈杀了，然后再去作案，我连刀都准备好了。事到临头啊，我怎么也下不了手。断绝和家人联系之后，王丽华就开始计划做大案了。他们几个人开始准备抢银行，但对付不了带冲锋枪的军警啊，只能放弃。一时半会儿没决定怎么作案，
几个人穷极无聊四处溜达。2003年8月，王丽华去北京平谷找几个狱友打牌，牌桌上正好遇到一个外号叫做六哥的24岁的小伙子王辉。这个王辉是平谷广播电视局的公务员，坊间传说他的老爸是当地有名的老混混，一个流氓出身的房地产商，社会关系很多。王辉在小小的平谷很张扬，他自己开一辆丰田霸道，经常吹嘘自己爸爸有6、7千万。牌桌上几个狱友夸王丽华，这兄弟17岁就敢抢劫，被判了9年，真是了不起。王辉不屑地说，切，不就抢了2万块钱吗？算个球啊！要是早找我跟公安局长打个招呼，就把你捞出来了。看到王辉满脸的轻蔑，王丽华勃然大怒，立刻就要发作打人。转念一想，王辉的爸爸听说很有钱呢，这不就一好目标吗？干脆把这小子绑架了。当时这几个人都没钱，勉强搞了5身警服，又偷来一辆桑塔纳。2003年9月1号，王辉跟朋友在理发的时候，王丽华和同伙董立民、王庆晓等5人穿着警服冲入理发店，将王辉强行架走。被绑架之后，王辉倒是软了，他求饶说，王大哥，你们要钱好说，要多少我爸都会给的，求你们放我一马。哼，王少爷，你丫怎么不牛逼了？明着告诉你，钱我们要，命我们也要，拿到钱我们就把你撕票喽。这边等了几天，到9月7号，王丽华跟王辉的父亲联系，要求500万赎金。于是王辉他爸爸当晚开着车，带着300万现金，在京开高速公路收费站把钱就交给了王丽华。王丽华拿到300万之后，并没有放人，反而下令将王辉杀死。董立民等3人用铁链把王辉就活活的勒死了。将王辉杀死之后，他们将尸体埋在河北省三河市的一处农居边的菜地里边。王丽华见钱来的这么容易，自然是不会再收手了。这次他们买到了6支军用手枪、1支56式冲锋枪、1支散弹枪、2个松发手榴弹、上千发子弹和微光夜视仪、望远镜等等军用装备。王丽华交代，其实绑架抢劫就几把手枪就足够了，购买冲锋枪和散弹枪的目的就是准备和军警正面枪战，准备去抢银行。赃款挥霍的差不多了，王丽华他们又开始计划新的绑架富人计划。此时王丽华他们没钱了，就剩5万块钱。他们平时吃喝嫖赌的，这5万块钱也就花几天而已呀。他一寻思，不立即作案，这就快吃不上饭了。王丽华的一个小弟说了，几乎每个周末都在爆豪酒吧看到演员张铁林开一辆豪车。张铁林是著名的影帝啊，王丽华稍一犹豫，决定下手抓他。于是这几个人在2月3号凌晨赶到爆豪酒吧门口。王丽华他们看到张铁林的车不在，很失望，无奈之下决定临时换人绑架开宝马车的。于是他们就将吴若甫绑架走了。王丽华这几个人平时很少看电视，不认识吴若甫是谁。将吴若甫绑架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著名演员，还是北京政协委员。胆大妄为的王丽华他们先是驾车押着吴若甫回家，取走了200多万元的存折。拿到这么多钱还不知足，又强迫吴若甫电话给朋友，要求支付200万赎金。此时王丽华推测，吴若甫的朋友肯定已经报警了。
拿到钱之后就要杀人灭口。吴若甫回忆说，关押我们的小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和他们之前绑架来的一个姓杜的小伙子都被冻得直哆嗦。我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只能听到飞机起落的声音。我当时判断这儿离机场不远。外号叫华子的那个绑匪对我说，晚上我去拿钱，不管能不能拿到钱，明天一定会将你撕票了。我们就是报复社会，报复有钱人，你就怪自己倒霉吧。本来之前吴若甫一直比较镇定，还对一起被绑架的杜庆江说，兄弟你别怕，我让朋友多付款200万，倾家荡产也把你一起救出去，咱保住了命，以后再慢慢赚钱。可听到了王丽华说撕票的这句话之后，吴若甫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的他几乎就是等待执行死刑的人，剩下的生命也就几小时了。这种情况下，谁能淡然处之呢？让吴若甫和王丽华都没想到的是，此时警方早就盯上了王丽华。在案发之前，王丽华曾经以他人身份证租用了一辆尼桑蓝鸟轿车。2月3号，吴若甫被绑架以后，北京警方极为重视，调动全部警力四处追查。根据绑匪打电话的区域，警方缩小了追查地区，判断是在朝阳区武胜东里附近。经过反复搜索，警方终于有了重大收获。在农光里小区停车场，警方找到了这辆尼桑蓝鸟。根据以往的规律，王丽华很可能驾驶这辆车去取赎金。不过，警方却心里没底呀。正常来说，王丽华一定会携带枪支和手榴弹。枪支还不怕，关键在于这种松发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爆炸只要1-2秒，就算反应再快，也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服王丽华。王丽华发现警方抓捕，迅速引爆手榴弹自尽，警方就不知道人质和王丽华的同伙在哪儿。根据团伙的约定，几个小时内他不和同伙联系，他们就会杀死人质，分头逃窜。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了。无论怎么处理，王丽华都会在几小时之后杀死吴若甫。权衡轻重，只能冒险抓捕王丽华，保证吴若甫还有一丝生机。如果在交付赎金的地点抓捕王丽华，王丽华肯定做好自爆的准备，过于危险。警方反复商量，决定还是在尼桑车附近突袭抓捕。如果王丽华没有将手榴弹放在身边，刑警就相对安全。于是警方让吴若甫的好友苏迪电话联络王丽华，说赎金已经准备好，让王丽华来取。同时警方派出精干刑警埋伏在尼桑车附近，务必抓捕王丽华。下午15点20分，刑警们埋伏在停车场附近开始守候。面对这种亡命徒，大家都高度紧张。另外，王丽华也有可能用别的车，根本不来取车。就这么着，苦苦等了4个小时，突然刑警们发现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向车子走过来。一瞬间，刑警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个小个子男人显然就是王丽华。他还是很警惕的，慢慢的行走，不断的四处张望。王丽华的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始终不拿出来，看来不是握着枪，就是握着手榴弹。危险是巨大的，但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拼了。就在王丽华拿出钥匙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几名刑警突然冲过去，向他扑了过去。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刑警动作再快，毕竟不是闪电侠呀。
从他们扑过来到抓住王丽华，至少需要10秒到15秒的时间。如果王丽华身边有手榴弹，他还是有时间引爆的。万幸的是，王丽华怂了。一个人是什么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看出来。王丽华已经看到警察四面扑过来，他先是一愣，接着突然将伸入口袋的手一动，打开了手榴弹的保险。那么此时只要王丽华的手一松，我们就会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王丽华会被炸死，周边的几名刑警恐怕也活不了，吴若甫就更别说了。可是在最紧要的这几秒钟之内，王丽华软了，他手足发软，根本不敢松开握住手榴弹的手。就在他犹豫的几秒之内，刑警已经将他扑倒，几乎所有的刑警都死死地握住王丽华拿着手榴弹的那只手。此时王丽华已经放弃抵抗，手榴弹被缴下来。这边从王丽华的腰间搜出2把装满子弹的5.4式手枪，全部上了膛。简单突审之后，王丽华交代自己就住在小区207号楼1802室居住。警方对房间搜索，发现了一支5.6式冲锋枪、一支小口径步枪、2支手枪。随后王丽华又交代了其他的一些暂住处，先后抓获了王丽华的2个情妇和几个窝藏人，缴获了一批作案工具。现在的关键就是得让王丽华说出吴若甫被关押的地点。但王丽华拒不交代，态度强硬，他又开始顾及他当大哥的脸面了。后来王丽华又提出可以交代地点，但需要先打电话给同伙让他们逃走。只是既然王丽华在该自杀的时候不自杀，气势上就已经弱了，服软只是时间问题。经过反复交锋，王丽华终于交代了吴若甫被关押在顺义区余庄苗圃的一处农居里面。到了这个地步，王丽华仍然不肯交代具体位置。期间王丽华说要上厕所，刑警觉得王丽华神情不对，反复对他搜身，在内裤夹层之中发现了一把木质的手铐钥匙。王丽华说，我知道有可能被抓，所以提前准备钥匙，准备逃走。至于为什么用木钥匙，主要是你们一定会用金属探测器对我扫描的，我只能用木头。既然说了，就在顺义的一个苗圃，能有多大呢？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和当地民警的调查，迅速锁定了吴若甫所在的位置。解救吴若甫仍然是非常危险的。根据王丽华供述，屋子里面是郭立新、王庆晓、朱平全等3个同伙，有一支左轮手枪和1枚手榴弹。手榴弹同样是松发的，一旦爆炸，一屋子人都别想活。只是刑警们实在不能再等，此时已经22点多，根据王丽华的约定，到0点就将吴若甫和杜庆江一同杀死。2月3号22点50分，守候多时的刑警破门而入，将3人全部抓获。负责救人的队长曹志刚回忆说，随行的电视台编导嘱咐摄像机一定要跟紧，说我呀一会儿可能就出不来了。曹志刚第一个翻过院墙，飞身撞碎关押人质屋门上的玻璃，冲了进去，用胸膛紧紧护住被铁链捆绑的吴若甫。就在这2-3秒的霎时之间，特警们鱼贯而入，绑匪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全被制服了。人质安全解救，曹志刚才发现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头盔里全是冷汗。那是曹志刚唯一怕过的一次。自此之后，他还办了很多涉枪涉爆的案件，可再也没有那一次的感觉。吴若甫多年之后回忆说，特警突然就飞进来了，
太快了，一波特警队员去制服罪犯，一波特警队员前后左右用他们的身体把我埋在中间。他们知道对方有手雷，怕瞬间拉响了，他们用血肉之躯搭成了人墙。此时的吴若甫和杜庆江都被铁链捆绑，只穿着内裤，认为1小时之后必死无疑。吴若甫陡然像老了10岁一样，面目憔悴，神情恍惚。被警方解救了之后，吴若甫一度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还在发愣。直到女记者对他说：“你安全了”，吴若甫才抱头痛哭起来。此时距离吴若甫被绑架整整22个小时。大家也许觉得22个小时很短暂呢，但对吴若甫来说，不亚于过了22年呐。2005年9月14号，王丽华被依法枪决。行刑前，看守所特许王丽华见了妈妈和姐姐。一直装硬汉的王丽华见到满头白发的妈妈就哭了起来。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再见了。”此事对于吴若甫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案件之后，吴若甫渐渐淡出影视圈，很少接戏，甚至不在公共场合出现。事后多年，吴若甫始终处于惊恐之中，拒绝谈论此事。因为王丽华团伙成员中，当时仍然有一个叫做傅家东的歹徒在逃，直到8年之后才被抓住。傅家东被捕之后，吴若甫才逐步出山，还拍摄了《解救吴先生》这部根据他个人事件改编的电影。不过，吴若甫拒绝扮演自己，他再也不愿意重温这个角色。好了，本期的大案纪实就到这里。